紫霞与青霞是如来佛祖座前日月神灯的灯芯，二人共为一体，日夜交替出现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之间的仇恨也没消弭半点，反而愈演愈烈。为此，紫霞来到人间，并立下誓言：只要有人能拔出她手中的紫青宝剑，那么无论他是人是妖，都是他非君不嫁的意中人。苍茫寂寥的沙漠上，紫霞感受着凡间的气息，两个妖精拦住了她的去路。他们听到紫霞下凡物色如意郎君的传言，特来向她求亲。紫霞闻言，拿出紫青宝剑，照规矩办事。两个妖怪因为谁先拔剑大打出手，紫霞劝阻未果，摇动手铃控制了二人的心智，随后提着剑离开。他骑着驴子来到一间客栈，客栈的老伯在点一盏没有灯芯的油灯。紫霞提醒他，没有灯芯是点不着灯的。老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反问他，如果如来佛祖的神灯没有灯芯，应该怎么办？此话一出，紫霞警觉起来，果不其然，来人正是二郎神和南天门的四大天王。他们表示紫霞妄动凡心，立下荒唐规矩，实在有辱天庭声威。常言道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紫霞才不在乎什么这些虚名，她只希望和自己的意中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这样的日子给她当玉皇大帝都不换。二郎神一众见紫霞如此执迷不悟，不愿浪费口舌和她争辩，双方随即大打出手。紫霞武艺超群，且有法器加持，打出真伤后接法术迷惑心智。二郎神和四大天王很快落败。紫霞骑着自己的小毛驴逃之夭夭。这时，一心想要回到过去，救出自己心爱之人白晶晶的至尊宝，也乘着月光宝盒来到500年前的盘丝洞。还没等他找到白晶晶，就率先在洞门口遇到了牵着毛驴的紫霞。至尊宝连忙提醒他不要乱闯盘丝洞。紫霞抬头看了看，发现上书水帘洞，不过好像盘丝洞更好听，于是他一挥手，水帘洞就变成了盘丝洞。紫霞自封盘丝大仙，还强硬地抢走了至尊宝的月光宝盒，并在他脚底留下记号。这座山头的所有东西都属于紫霞，包括至尊宝在内。至尊宝看着脚底的3颗痣，想起观世音说过有了痣会变成孙悟空转世。他拿出照妖镜，果然在镜中看到一只满脸是毛的猴子。至尊宝不愿意接受玉树临风的自己变成猴子的事实，将照妖镜扔到地上狠踩一通。想方设法进入洞中后，至尊宝和紫霞商量用月光宝盒带他一起走，他要赶着去救娘子白晶晶，也就是紫霞未来的徒弟。到了夜里，月亮高悬，至尊宝叫醒紫霞一起离开，谁料紫霞已经变成了青霞，两人的性格大相径庭。至尊宝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被打晕了过去。第二晚亦是如此。为了尽快离开，至尊宝提出可以谎称紫霞已死，这样青霞就不会再追杀他。为了提高可信度，需要拿一件信物给青霞看。紫霞觉得可行，当即将手中的紫青宝剑递给了至尊宝。至尊宝接过后顺手拔出了宝剑，原来他就是紫霞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紫霞心如肋骨，趁着天还没黑，两人一起来到集市。紫霞神神秘秘地把至尊宝拉到一边，说自己的意中人就在附近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至尊宝教他跟那人说，管他有没有老婆，上天安排的最大，这个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紫霞依葫芦画瓢原话返回给至尊宝，并提出立刻开始这段感情，但至尊宝却推开了他。紫霞想知道至尊宝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，于是便来到他长得像颗椰子的心脏，想看看里面到底是谁。看过后，他就没再缠着至尊宝，在沙漠中漫无目的的走着。紫青宝剑也留在了至尊宝身边。入夜，至尊宝点着篝火等青霞出现，却等来了500年前的他以及唐僧和观音。原来师徒4人行路至此，孙悟空为了和牛魔王的妹妹牛香香成亲，将唐僧作为聘礼送给了牛魔王。为了避开观世音，他还抢了紫霞仙子的月光宝盒，眼看避无可避，干脆扔了宝盒正面和菩萨缸。在此之间，唐僧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，婆妈程度连菩萨都起了杀心。躲在一旁的至尊宝本想坐收渔利拿到宝盒，却屡次3番被100%空手接宝盒的唐三藏抢了先。最后菩萨收服了孙悟空，至尊宝终于拿到了月光宝盒。就在他准备打开时，无意中被唐三藏的法杖砸晕过去，月光宝盒则带着唐三藏穿越而去。第二天早上，至尊宝在沙漠中醒来，方圆10里都荒无人烟。他从白天走到晚上，天空飘起了雪。至尊宝借宿在了农户家的草棚中，撒的尿的功夫，唐三藏就穿越了回来。这时猪八戒和沙僧也找了过来，3人都将至尊宝错认成了孙悟空。至尊宝百口莫辩，谁料半路又杀出个牛魔王。为了拿回月光宝盒，他只能暂时和牛魔王虚与委蛇，还被迫继续以孙悟空的身份和牛香香成亲。成亲当天，牛魔王向前来贺喜的小妖们表示今天双喜临门，他也马上要那一个美若天仙的小妾。这个小妾不是别人，就是在沙漠中迷路的紫霞。牛魔王拿出月光宝盒作为聘礼，至尊宝拼命给紫霞使眼色。下面的小妖提出紫霞拔剑选夫的规矩，至尊宝这才知道为什么紫霞说两人的姻缘的天定的。小妖话音刚落，紫青宝剑就从至尊宝身上掉了出来。紫霞捡起剑表示都是玩笑话，拔得出拔不出都做不得数，随后便转身离开。至尊宝急忙追上，
紫霞拔出剑抵在他的喉咙，为了保住小命，他决定说个爱你10000年的谎言。不出意外，紫霞被感动，至尊宝趁热打铁，说要拿回月光宝盒，一起回去和白晶晶说清楚。紫霞当即决定助至尊宝一臂之力。这时牛魔王和铁扇公主来到院门口，没成想孙悟空和大嫂也有见不得人的关系。铁扇公主小声告诉至尊宝，晚上二更在院中相见，有重要的话对他说。随后就和牛魔王离开了院子。紫霞沉浸在幸福中，没发现异常，答应至尊宝去拿月光宝盒，也约定二更在院里相见。晚上，铁扇公主和至尊宝先后来到院中，都没等到自己要等的人。至尊宝满头雾水，准备开溜，却被猪八戒和沙僧截胡拉去救师傅。哪成想师傅只一心劝至尊宝陪自己西天取经，一人背黑锅，一人送死，絮絮叨叨，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至尊宝忍无可忍，给了他一闷棍，随后扬长而去。他记挂着月光宝盒，来到紫霞房中，却发现他重伤在地，不省人事。至尊宝抱起紫霞，谎称师傅在300里外的大树林等着，带着猪八戒和沙僧匆忙离开。还没走出多远，就被香香拦住了去路。他早就看出至尊宝和紫霞关系匪浅，于是就趁紫霞熟睡刺伤了他。至尊宝劝香香缘分天定，让他不要强求。香香气急败坏地表示，如果他的命定之人是猪八戒，他还会不会这样认为？说着使出移形换影大法，调换了猪八戒和紫霞的灵魂，自己也因为操作不当和沙僧互换了肉身。翌日，几人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猪八戒的身体里住着是青霞，紫霞的身体里则住着猪八戒和他自己。因为是白天，他拿回了身体控制权，两姐妹第一次同时出现。这时牛魔王和铁扇公主追追打打也来到这里。至尊宝一心全在月光宝盒，结果宝盒却再度被牛魔王捡漏抢走，几人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。至尊宝此时手无缚鸡之力，只能假装跳崖逃跑，没成想真的摔了下去，还机缘巧合砸死了几个官兵，救下了要被充军的3个葡萄大盗。迷迷糊糊中，他带着大盗回到盘丝洞，醒来后，大盗表示至尊宝昏迷期间叫晶晶的名字叫了98次，叫紫霞名字叫了784次，可见这个叫紫霞的一定欠了他很多钱。正说话间，白晶晶杀到了盘丝洞，他无聊路过洞口，突发奇想进来拜师学艺，没成想遇到还不是孙悟空的至尊宝。至尊宝跟他简单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并提出两人立马原地成亲。为了验证至尊宝的话，白晶晶来到他的新房，问从来不会说谎的心脏至尊宝最喜欢的人是谁。很快他也得到了自己的答案。二人开始筹备婚礼。这时牛魔王也定下了自己和紫霞的婚期，两人7日后完婚。紫霞相信他的意中人会脚踏七彩祥云来救他，青霞嗤之以鼻，他不相信至尊宝还会回来。6天很快过去，至尊宝还是迟迟未来。紫霞托一只蜘蛛转达了对至尊宝的思念，还送去了自己的手链。这期间，大盗时常观察睡梦中的至尊宝。大婚前一晚，他念紫霞的名字比上次多了1次，但至尊宝却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。他没理由会爱上一个自己讨厌的人。第2天晚上，大婚在即，白晶晶留下一封书信离开了至尊宝。他问过至尊宝的心，他最爱的不是自己，是那个在他心里留下一样东西的女人。至尊宝正欲离开，白晶晶的师姐追杀他来到盘丝洞，一言不合就大开杀戒。既然要死，至尊宝希望他能把自己的心剖出来，好让他亲眼看看，也弄清楚紫霞在他心里留下了什么。如他所愿，他看清了自己的心，也看到了紫霞留在他心里的一滴眼泪。但是要想救紫霞，凭借他的肉体凡胎是不行的。于是在菩萨的指引下，至尊宝带上了金箍，彻底脱离肉体凡胎，成为了孙悟空。至此以后，如果他妄动凡心，金箍就会收紧，他也会苦不堪言。与此同时，紫霞和牛魔王的婚礼也到了最后一步，心灰意冷的她不想再和唯一的姐姐斗下去。直到这一刻，姐妹俩才放下仇恨，一起对付牛魔王。香香和沙僧也找准时机用移魂大法换回身体，不料是一只狗突然闯入，香香被换到了狗体内，青霞则占据了香香的身体。紫霞早在爱上至尊宝的时候就慢慢失去了法力，因而4个人都不是牛魔王的对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天空电闪雷鸣，孙悟空驾着七彩祥云来到牛头镇。紫霞等来了自己的意中人，但意中人却不愿与他相认。他不再是至尊宝，只是一心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孙悟空，心中没有情爱，只有大道。牛魔王和孙悟空大打出手，不出意外完全被压制。紫霞一次次想要证明至尊宝还爱着他，却一次次被恶语重伤。牛魔王见讨不到好，拿出抢来的芭蕉扇，把整个镇子都吹到太阳那边。至尊宝飞身而起，用金箍棒抵住了小镇。紫霞捡到从他身上掉下的精灵手链，确信孙悟空就是自己的至尊宝。两人争执间，牛魔王从背后偷袭，紫霞奋不顾身挡了上去。如今他的凡人之躯已经承受不住这些。孙悟空接住紫霞坠落的身体，看着弥留之际的爱人，他心中痛苦万分，头上的金箍也因为动了凡心紧紧收缩，将他折磨得苦不堪言。紫霞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。暴怒的孙悟空抄起金箍棒就要取牛魔王的牛命，
解决掉他后，发现小镇离太阳越来越近。为了救下师徒几人，他打算利用月光宝盒离开这里。一旁的青霞却不想走了，妹妹已死，他也是时候做回如来佛祖的灯芯了。两人互道珍重。一道白光闪过，孙悟空师徒几人仿佛置身另外一个世界，盘丝洞变成了菩提洞，所有人都在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身份和新的开始，包括他和紫霞。热闹的集市上，一男一女在土墙上相对而立，据说他们已经这样站了3天3夜。两人似乎是一对被造化捉弄的有情人。孙悟空良久地看着他，吹起一阵风沙进入武士的身体，操控着他朝女孩走去，为一生所爱献上了热吻，让有情人不再错过。不管是大梦一场还是抱憾终生，孙悟空都再也没有回头路。他跟着唐三藏踏上了西天取经的道路，从此不跟任何人说起这些故事。